第186章被污染者。白银城，伯格家。看着那张带有黑色短发的染血头皮，戴里克豁然想到了他刚才的样子，那是一朵美丽又诱人的蘑菇，自己险些就控制不住，将它吞入肚中。而达克想请自己吃的杜姆果，咬动时会发出啪嗒脆响的杜姆果，竟然是一节节血淋淋的、表皮略显苍白的人类指头。这个瞬间，戴里克的胃部出现了剧烈的痉挛，发酸的液体随之涌到了喉咙处，他忍耐住呕吐的冲动，用公鸭嗓快速唱出了一句歌词：神啊，求您的国度降临在这里，仇敌必将散去，信徒必得欢喜。这歌声透出了些许温暖与神圣，戴里克只觉身体的所有不适尽数平复，灵性变得充沛而活泼，他的勇气、他的力量、他的敏捷都在这段歌声里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就是序列9歌颂者的非凡能力。达克盯着低声歌唱的同学兼前队友，表情愈发阴沉，说话的感觉愈发不像人类。你身上的是什么东西？你身上的是什么东西？你身上的是什么东西？突然，达克的衣物被撑起了一道道条形突出，就像下方塞了一窝的毒蛇，正在不断游走和蠕动的毒蛇。嗖，一根根血淋淋的肉条穿透了那黑色紧身衣物，表面还带着有体毛的粗糙皮肤。那根根肉条往外舞动着，让达克如同一只血色的软毛刺猬。唰的一下，那些肉条奔涌向了站在原地的戴里克。戴里克也是见识过不少怪物的巡逻队队员，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太多的慌张。他腰部一拧，手臂抬起，挥下了早就握在掌中的飓风之斧。噗！飓风之斧劈在了几根血淋淋的肉条上，直接将它们砍断，让它们掉落于地。可是因为现在是白银城的夜晚，这一击没能带来闪电，更多的血色肉条疯狂涌来，将飓风之斧缠了一圈又一圈，死都不放开。眼见武器抽不回来，戴里克眼中忽然有纯净光芒亮起，就仿佛2轮小小的太阳降临于了房间内，而他另外一只手已虚握着抵在了嘴鼻前，做出祈祷的模样。无声无息间，一道燃烧着火焰的明净光柱凭空而落，打在了缠绕成团的血色肉条上。达克难以忍耐地发出了一声惨叫，诸多血色肉条随之焦黑着断裂落地，它们挣扎跳动着，如有生命。而这些血色肉条内部蕴含的不再受原主掌控的灵性，渐渐与献祭仪式皱纹撬动的自然力量融合，汇聚出越来越高涨的淡红波浪。这波浪投入了昏黄的烛火中，让后者猛然膨胀变大，形成了一扇虚幻而神秘的大门。那根蜡烛上早就被戴里克描绘了象征愚者的隐秘符号，这是提前做好的准备。这一切构成了步骤简单但要素完整的献祭仪式。咔嚓，座椅碎裂之中，达克带着挥舞的血色肉条扑向了戴里克，眼中没有恐惧，没有紧张，只有最纯粹最炽热的渴求。而这个时候，灰雾之上的克莱恩做出了响应。不够真实的吱呀之声里，那扇有着诸多奇异花纹的虚幻大门裂开了一道缝隙，缝隙的后面是一片深沉的黑暗，黑暗之中有无数难以描述形体的透明影子，这些影子的高处覆盖着7道蕴藏着无穷知识般的不同颜色的纯净光华，而在那道道光华之上是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是一座俯视着灰雾的古老宫殿。豁然之间，一道影子从阴暗的角落里窜出，一下就覆盖到了距离自身最近的达克身上。达克身周挥舞的那些血色肉条尽数被漆黑粘稠的液体包裹住了，整个人变得像是一只钻进了不透明袋子的猫。那影子并未停止，急速在地上延伸，涌向了已闪避到另一个位置的戴里克，并厉声高呼道：停止！你要做什么？作为一名监控者，他原本的打算是先旁观变化，记录下相应的异常，等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再出手制止各有诡异的双方。可他看见那扇布满奇异符号和标识的虚幻大门裂开一道缝隙后，却被里面深沉、神秘、高远、威严的场景震慑，直觉地认为这与恐怖的邪神有关，只好一边通知，一边匆忙行动，试图强行打断戴里克向那位存在献祭的尝试。然而戴里克早就确定了他的位置，为自身选择的区域是远离他的那一端，所以要想控制这位被神秘人阿蒙附体的少年，监视者阴影只能先行绕过或控制达克瑞金斯，而他的选择是后者，因为达克明显出现了异常，将背部留给他是绝对愚蠢的举动。抓住这个机会，
戴里克从衣物暗袋里掏出了那个铁盒，用力扔向了烛火幻化出的虚幻大门，扔向了那道呈现着神奇景象的裂缝。随着铁盒消失在那里，布满奇异符号和标识的大门哐当一声合拢了，随之飞快消失。这个时候，戴里克牢记倒吊人先生的叮嘱，故意扭曲了脸上的肌肉，狰狞着迎向了那道阴影。在阴影覆盖前，他突然剧烈咳嗽，咳得伸手捂住了嘴巴，咳得倒在了地上。漆黑的影子蔓延过来，将他完全包裹。房间内恢复了安静，但地上多了2个巨大的黑色蚕蛹。过了一阵，漆黑粘稠的液体缩了回去，重新凝聚成了一道阴影。随着蚕蛹的消失，戴里克和达克的身影再次呈现。前者倒在那里，陷入了昏迷，可手中却掉落了一条有12道透明圆环的古怪小虫。后者已变成一团血肉，蠕动着，嘶吼着，即将发动攻击。面对这种情况，那位监控者只好分出部分力量，再次用影子般的黑色液体包裹住了异变为怪物的达克瑞金斯，望了眼散落于地的苍白指头和戴着黑色短发的染血头皮。监控者不由自主吸了口气，用本身非凡能力操纵外面的阴影，形成潮汐般的波动，以此再次通知圆塔内的首席。做完这件事情，他才认真审视起戴里克的情况，看见了那条半透明的古怪小虫。阿蒙藏在戴里克体内的分身死了。监控者颇为诧异的低语了一句。他回想起达克的古怪，回想起那可怕的异变，回想起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的蘑菇和杜姆果，隐隐约约有了个猜测。阿蒙也许和污染达克的幕后主使是死敌，为了破坏对方的图谋，哪怕失去一个分身也在所不惜。戴里克去训练场观察探索小队和向首席举报他们这2件事情，都是阿蒙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做的尝试。而污染达克的幕后主使也隐约发现了戴里克的古怪，于是派达克来控制对方。染血的头皮和手指头就是达成目的的道具。想到这里，监控者忽然有些认同首席的担忧，最终的末日或更大的灾难真的要来了，所以白银城才会连续遭遇诡异之事，连续遭遇躲于黑暗深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隐秘存在。圆塔首席房间内，那道阴影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描述了一遍。头发花白，脸有伤疤的科林·伊利亚特安静听完，轻轻颔首道：戴里克或者说阿蒙确实提前做好了准备。刻有象征符号的蜡烛，能让达克暴露问题的协议物品，借口倒水做出的低声祈祷，以及最后送走那件物品的献祭仪式，都说明整件事情在按着他的计划发展。2个问题：一，蜡烛上那个隐秘的象征符号究竟指向谁？阿蒙本体还是他背后的神灵？二，阿蒙为什么宁愿不要这个分身，也要让探索小队的异常暴露？因为他和帷幕后的那位是死敌。那他在白银城安静待了42年，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他提前预言出了这件事情，所以才特意与之前那支探索小队相遇，并让分身寄宿于他们体内，以此破坏帷幕后那位的图谋？这42年的等待，为的就是这一刻。听到首席的问题，那位阴影监控者忽有恍然的说道：也许真是这样。首席阁下，你想想，为什么阿蒙耐心等待了42年，却于戴里克关在他隔壁后，突然让于德尔失控？因为预言里的时间即将到来，他急着换个能自由行动的寄生对象，破坏帷幕后那位的图谋。确实，我们之前只想着戴里克有什么异常，没考虑时间点的问题。白银城首席科林若有所思的回应。阴影监控者当即道：首席阁下，请立刻控制这次探索小队的所有成员，他们绝对有问题。还有洛威亚长老，他有不小的可能也被污染了。科林微皱眉头道：在你回报这件事情之前，甚至在达克出门前，洛威亚就来找过我，告诉我他怀疑这次探索小队的成员们被什么东西污染了，建议暗中做一定的监控，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值守哈维克长老那座倒立的陵寝。哈维克是白银城前任首席，为自己修建了一座深入地底的陵寝，之后他住到了里面，越来越少出现，最终大门关闭，再也无法被打开。洛威亚长老早就提过异常。阴影监控者愕然反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半是疑惑半是放松的低语道：洛威亚长老没有问题就好，我已经派人去控制那些探索小队的队员了，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的可能。首席科林吐了口气道：让艾弗洛过来，我和他一起审问戴里克伯格第187章新手的成长。
幽暗无光、坚固结实的房间内，假装昏迷的戴里克·伯格猛地翻身站起。他的飓风之斧已经被人拿走，送去检查。他衣物的各个口袋也被清空，没留下任何物品。戴里克吸了口气，沉稳地环顾了一圈，他眼中豁然有2道小太阳般的光芒亮起，让房间内的所有事物一一映入了他的眸子。这里的摆设只有一桌2椅，除此之外就是有奇异花纹的石质地板。桌子之上摆着半截用过的蜡烛，这属于白银城各个房间的标准配置，因为一旦黑暗的久了，真的可能突然出现怪物。戴里克没再犹豫，坐了下来，伸手拿起了那半根蜡烛，紧接着他又掰又扯，将蜡烛分成了3段，一段占据原本的3/4，2段分享剩下的1/4。经过戴里克的调整，这3节蜡烛的烛蕊全部凸显了出来。啪！他手指一搓，制造出一朵金色的火焰，点燃了那3根蜡烛。位于最上方的2根代表愚者先生，剩下那根象征戴里克自己。做完准备，戴里克没再按照正常的流程燃烧草药粉末，滴入药剂精油，直接往后一靠，非常小声的诵念出了愚者的尊名，并迅速进入了冥想状态。他一遍又一遍的诵念着，单调而重复，仿佛在不断的催眠自己。借着冥想的帮助，戴里克进入了一种心智沉睡而灵性发散的古怪状态，整个人既浑浑噩噩，又保持着奇特的清醒，精神不断往上飘散，越来越高。这正是人工梦游，而得到愚者先生许可的戴里克可以简化一些非必要的步骤。灰雾之上，巍峨古老的宫殿内，把玩着全黑之眼的愚者克莱恩突地看见象征小太阳的深红星辰膨胀出光芒，凝聚成人形虚影，而神秘空间的力量随之被撬动了少许。见此情状，他不由松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小太阳已经完成了相对更危险的前期事务，只剩最后的收尾工作。克莱恩没有耽搁，当即放下全黑之眼，拿起了黑皇帝牌。他的层次，他的位格瞬间变高，让灰雾之上被撬动的力量一一臣服。然后他抓起一张纸人，手腕一抖，扔了出去，扔向了太阳对应的深红星辰。那纸人与如水流淌的力量交汇，飞快膨胀成了一个有12对24只漆黑羽翼的巨大天使。天使穿透深红的光芒，与小太阳的虚影重叠在了一起，它无声无息燃烧了起来，不到1秒就化为了灰烬。到了这一步，克莱恩已经没办法再影响白银城的局势，至于自己的天使替身能否帮助小太阳顺利通过接下来的询问和探查，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只能在心里暗叹一声。做完该做的事情，努力完该努力的方面，就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了，希望是个好结果。迷迷糊糊之间，戴里克看见一个天使带着遮蔽苍穹的气势降临于了身前，并用那12对漆黑的羽翼将自身层层包裹。他猛地清醒过来，眼中是3朵烛火在静静燃烧。由衷的感谢完愚者先生，戴里克结束掉仪式，熄灭了总共只占原本1/4的那2根蜡烛，然后他拔起它们，于掌中制造出金黄而明净的火焰。滴答滴答，那2根蜡烛飞快融化，泪水不断下落，或掉在剩下那根的身体上，或围在他的旁边。随着烛蕊彻底燃烧殆尽，桌子之上只剩下1根蜡烛，它比原本矮了一些，但不是非常明显，似乎只是燃烧的较为久了点。处理掉剩下的痕迹，戴里克熄灭了最后那朵昏黄的烛火，他沉默着坐直，怔怔望着前方，许久没有任何动作。他担忧6人议事团反应不够快，让那些探索小队队员拿着蘑菇和杜姆果污染到更多的白银城居民。他害怕首席等人在其余地方找到另外的线索，让自己的准备落空。他痛恨着那些藏在黑暗深处，总是携带强烈恶意的外来者，包括阿蒙，包括堕落造物主。他内疚于自己躲避了这次探索，却没有提醒达克他们，让他们变成了被污染的怪物。他痛苦于亲手除掉了一位称得上是朋友的同学。虽然戴里克没看见达克最终的下场，但他相信易变成那个样子的对方已经等于死亡。复杂而混乱的情绪里，戴里克不知道自己等待了多久，并于中途重新点燃了蜡烛。终于，他听见了封印被解除、房门被打开的声音。扭头望去，他借助昏黄的烛火，看见一位头发绑成长辫、垂到背心的黑裙女子走了进来。艾弗洛女士，戴里克下意识喊了一声。艾弗洛容貌清秀，眼角却已有了些许皱纹。她微笑颔首，
回应了戴里克，随即脚步轻快地坐到了对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他柔声问道。戴里克本能抬头望了过去，忽然发现对方的眼眸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淡金色的树瞳，思绪瞬间恍惚，戴里克似乎进入了一种梦游的状态。艾弗洛调整了下烛火，让昏黄的色泽彻底映在对面少年的脸上，他淡金色的树瞳愈发漠然，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观众。突然，那淡金色的树瞳内有一圈又一圈的微弱光彩幻生，似乎组成了一个漩涡，构建了一个迷宫。浑浑噩噩中，戴里克觉得自己飘荡了起来，置身于了无穷的黑暗和无数的鲜明颜色里。就在这时，他猛然清醒，只觉那种梦游般的状态被什么事物巧妙地接了过去。他看见了莫名摇曳的昏黄烛火，看见了坐在对面眼眸淡金而竖立的艾弗洛。角落的阴影里，则走出了头发花白的首席长老克林伊利亚特。对首席点了下头后，艾弗洛柔和问着戴里克：你这段时间做了哪些事情？戴里克牢记教诲，保持着刚才那种状态。我不知道，我一直很迷糊，就像在做梦，只偶尔才清醒。他回答的同时，猎魔者克林眼中凸显出了2个墨绿色的复杂符号。艾弗洛继续问道：你知道自己和达克瑞金斯发生了冲突吗？我只记得我和他在战斗，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倒吊在十字架上的男人，看见了一个戴着尖顶软帽和水晶眼镜的男人。对，我在地牢里见过他。他有开口说话，微笑着开口说话。戴里克讲述着编了很久的故事。艾弗洛看了眼首席，追问道：他说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能回忆起一点。他笑着说：堕落造物主，真实造物主，牧羊人。戴里克险些没能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将堕落造物主这个名字和牧羊人有嫌疑的事情告诉首席。堕落造物主，真实造物主，和神庙底部那些壁画的内容很契合。科林轻轻颔首，皱眉低语道：牧羊人。之后呢？艾弗洛的声音异常温柔。戴里克迷糊着回答道：之后他们碰撞在了一起，有好多的光，好亮的光，我就醒了，一直咳嗽。科林眼中的墨绿色符号一直没有消退，示意艾弗洛询问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戴里克有所选择的做出回答，早就考虑过的那些按照剧本讲，范围之外的则推给阿蒙，说自己想不起来了。最后，艾弗洛问道：你那把斧头是从哪里来的？你的太阳途径魔药配方从哪里来的？斧头是从地下交易市场里买的，那个人蒙着脸，只能看出性别是男。太阳途径的魔药配方是我父母遗留给我的，在一次探索里发现的。戴里克没有一点心虚的说道，这些属于一直存在的疑点，倒吊人猜题时就认为他们必然会出现，所以让戴里克反复预演过该怎么作答。白银城的地下交易市场虽然属于半公开的，但同样有人因为种种理由做出掩饰自己身份的尝试，这就为戴里克提供了最好的解释。艾弗洛认真听完，侧头对猎魔者科林道：他没有撒谎，没可能撒谎，我有借助荣耀冠冕的力量。科林点了点头道：这样的状态下，他也没有呈现出邪恶、堕落、被污染的痕迹。发现这些东西是猎魔者的特长能力，而作为高序列的职业，猎魔者最强的一点是可以掩盖自身的行动和意图，让能够预知危险的目标无法察觉，所以每一位猎魔者都是恶魔的克星。思考了一阵，科林起身离开房间，对外面角落里的阴影道：等下就放戴里克离开，暂时认为他没有问题，但暗中再进行一段时间的监控，阿蒙能弄出2个分身，就有可能弄出第3个。是。首席阁下那阴影尊敬的回应道。等到戴里克清醒，审问室内已经无人，只留下了他可以自由离开的话语。他悄然松了口气，迈步走向外面，心里则想着倒吊人先生的叮嘱，不能就此放松，麻痹大意，暗中的观察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否则你们的首席就是不合格的。最近都不能诵念愚者先生的尊名了。戴里克边无声自语，边沿着盘旋的楼梯往下行走。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人影，那是身着紫纹黑袍、容貌艳丽大方的牧羊人长老洛威亚。洛威亚淡灰的眼眸扫过戴里克，脸上露出了一抹柔和的微笑。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内，洛威亚表情淡漠的走至书桌前，摊开了一张皮革制成的纸。他左掌捏住右手食指，啪的将指头扯断，但血液却没有丝毫滴落，似乎全被吸聚在了表面。
拿着这截指头，洛威亚在纸上画出了一个复杂的符号，那是由半个象征隐秘的梧桐之眼和半个象征变化的扭曲之线组成的符号。仔细审视了一遍，洛威亚用这张纸包裹住断指，塞入口中，咬得啪嗒作响，然后尽数吞咽了下去。他只剩4个指头的右掌突有血肉在伤口处蠕动，并迅速长成了新的食指，略显苍白的食指。洛威亚低下脑袋，看着自己的手掌，小声吐出了一个单词：愚者。第188章神奇。贝克兰德，一个宛若神殿的地下室内。A 先生身穿戴兜帽的黑色长袍，安静地跪坐于倒吊的巨人神像前，许久没有动作。忽然，他侧了侧耳朵，似乎在倾听什么。短暂的停顿后， A 先生猛地抬起双手，用左掌啪地扯断了右手食指。他将那截血淋淋的指头塞入口中，如吃零食般咀嚼出了脆响。咕噜 ！A 先生喉头蠕动，将咬碎的指头吞入了腹中。他的身体豁然颤抖，似乎正被无形之人抓着摇晃。这样的状态里， A 先生前伸右手，用伤口留下的血液在地面书写出一个个单词。那些单词并非能撬动自然力量的巨人语、巨龙语，也不是用于祭祀的赫密斯语，而是最普通最平常的鲁恩文。鲜红的色泽飞快凝聚，那一个个单词拼凑成了几段话语。找到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卷者和信徒。在贝克兰德随着神奇内容的结束， A 先生停止了颤抖，伤口处蠕动着长出了一截全新的手指。他埋低脑袋，仔细看着自己刚写下来的话语，嘴角在阴影里一点点翘起。为服从您的神谕。 A 先生谦卑地匍匐于地，似乎又找到了存在的意义。白银之城，圆塔上部。洛维亚走到窗前，俯视着黑暗里的点点烛火，神情逐渐变得柔和。不知过了多久，他听到了嘟嘟嘟的敲门声。首席阁下。洛维亚轻巧转身，微笑问道。房门无风自动，向后敞开。外面站着的正是猎魔者科林伊利亚特，他披着棕色外套，腰间有一条镶满暗格的皮带。洛维亚，探索小队队员的异常已经被证实，科林平铺直叙的说道。作为队长，不管你有没有问题，都必须去地牢待7天，接受荣耀冠冕的洗礼。你应该很清楚，这是规矩。洛维亚没有丝毫愤怒，平静笑道：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在地牢待很久的准备，等到结束，如果你们还不放心，我可以接受任何安排。说话间，他已走向门口，面对面越过了猎魔者科林。科林沉默转身，跟在他的斜后方，沿着盘旋的阶梯一步步往下。行至一半，两人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喊声。又开始了吗？洛维亚表情略显迷茫地问道。科林点了点头，沉哑回答：这是我们逃不出的宿命。此时此刻，圆塔中层一个大厅内，探索小队队员和他们额外污染的几位白银城居民正被宛若实质的神圣光彩压在原地，无法动弹，就仿佛背负了一座巨山。一对40来岁、皮肤偏黑的夫妇各自拿着把有复杂花纹的执剑，走到了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面前。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已经崩溃，像是一滩肉泥，但他的脑袋却完好无损，只是长出了一条条血色的细须。看见那对夫妇过来，他惊恐地喊道：爸爸妈妈，你们要做什么？不是说好今晚一起吃烤铁蟹吗？爸爸妈妈，我给你们抓了好多铁蟹。那对夫妇不忍地侧头望向了一边，但手里的执剑却高高举了起来。噗噗2声之后，那年轻人停止了哭喊，先是抽搐，接着彻底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另外一边，一个10来岁的女孩也举起了有复杂花纹的执剑，流着眼泪刺向了她的姐姐。那个躺在地上的女子忽然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说道：今天以后，你就要自己生活了，不要再天真了。那女孩顿时哭得视线模糊，手中的执剑停在了半空。但是，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掌按在了她的手背处，猛地往前一推，噗！女孩怔在了那里，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笼罩在白银城每个人身上的古老诅咒，必须亲手杀死自己的血亲，才能阻止他在死后变成又可怕又诡异的恶灵。所以，哪怕达克已经完全异变为怪物，且被不知名存在污染，不具备审问的价值，阴影监控者也没敢当场杀死他，而是努力控制住，带回圆塔，等待他的父母。
否则事情会更加麻烦。那些同样被污染的探索小队队员此时正接受着2000多年来不变的处理。虽然谁也不知道这种状态下的他们死后是否还会异变，但没人敢赌一把。幸运的是，白银城人口不算太多，又困居一地，在高层一代代的安排下，彼此间有血缘关系的不在少数，即使必须限制为3代以内，也能找出好些。正因为如此，编排巡逻小队名单时，负责的非凡者得首先考虑血缘因素，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对于探索小队，要求没那么严格，因为他们的任务往往深入黑暗，与白银城相隔极远，即使死亡，即使异变，也影响不到大家的安危。一旦哪位居民不再有3代以内的血亲，那他将受到严格的监控，只要他出现重病或明显的衰老，就立刻会被送入黑暗的深处，远离白银城。先前被隔离在地牢的前探索小队队长于德尔异变时，圆塔内其实有3位长老在，但最终出手的只能是首席克林伊利亚特，否则只能尝试封印，因为那个于德尔是他嫡亲的哥哥。牧羊人洛威亚和猎魔者科林沉默着进入了圆塔最底层，在几位黎明骑士的陪伴下，来到了地牢的深处。很快，两人停在了一间牢房外面，那些黎明骑士则散布于远处。洛威亚未有异常，不快不慢地走进了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节蜡烛的房间。金属大门关闭前，他转过身体，用淡灰色的眼眸望向猎魔者科林，平静地说道：“首席阁下，您曾经告诉过我，白银城居民远离这里，死在黑暗深处时，不会立刻异变为恶灵，得等待好几天，所以探索小队其余队员有充足的时间拉开距离。”科林点了点头，表示确实如此。洛威亚闭了闭眼睛，露出带着些许悲伤的笑容。2个月前的一次探索里，有位队员死在了我面前，我假装与其他队员失散，在那里等了5天，可他都没有异变为恶灵。猎魔者科林沉默看着他，什么也没说，直到金属大门哐当一声合拢，封印随之成型。灰雾之上，古老宫殿内，克莱恩等待了一阵，见象征小太阳的深红星辰没什么异变，终于松了口气，应该是成功了。他揉了揉额角，用灵性包裹住自身，坠回了现实世界。刚感觉出身体的存在，克莱恩就品尝到了寒冷的滋味。他打了个喷嚏，赶紧解除掉灵性之墙，重新钻入了被窝。可悲的是，他的被窝已经冰凉。还好进入灰雾后，我的身体有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否则明天怕是要感冒。克莱恩裹紧被子，感叹了一声。现在这种状态让他想起了上辈子听过的一句俏皮话：取暖基本靠抖。在被窝重新温暖起来前，他只能漫无边际的发散思绪，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1. 我最近好像没什么太紧迫的事情了，魔术师守则总结完成，即使不再挑战不可能，只做正常的表演，新年前后也能按部就班的消化掉魔药。我接下来的主要安排也就是搜集无面人魔药的非凡材料，积攒相应的金钱，但这个急也急不来。克莱恩脑海里紧绷的弦渐渐柔和，忽然有了休息2-3天的想法。随着被窝回暖，他不知不觉睡着，等到醒来，恰好听见教堂的钟声连敲了8下。克莱恩伸出手臂，感受到了外面的寒冷，又默默缩了回去。今天好像又降温了，没什么急着要做的事情，似乎可以睡个懒觉。他心态放松的重新闭上了眼睛，可只赖了一会床，他就听见了肚子的咕噜声，感受到了下腹的鼓胀。人生真是处处面临艰难的选择啊！克莱恩嘟囔了一句，努力对抗那2种感觉10来分钟后，他终于放弃，猛地掀被起床，冲去了隔壁的盥洗室。换好衣物，洗漱完毕，他下到1楼，翻出食材，准备做费内波特面。这一次，他不打算用买来的肉酱，想试一试前2天才做好的肉骚。这是他根据记忆里的味道，仔细挑选配料炒制成的肉骚。虽然由于2个世界的某些食材始终有点不同，味道难以真正还原，但克莱恩尝了之后，觉得还是不错的。没过多久，他就吃上了半调味酱和肉骚的费内波特面，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上午。秉持着这个世界的传统，他边吃边翻看起报纸，最先确认了智慧之眼老先生还没刊登广告。基于昨晚的那些想法，克莱恩决定今天娱乐一下，于是考虑起是听音乐会还是听歌剧、看戏剧。西区、希尔斯顿区、乔伍德区不少音乐厅的门票至少要6苏勒，
如果遇到知名音乐家，甚至会以磅计，针对平民的专业音乐厅，6到9便士，开放给东区有闲钱平民的，则只要1便士。克莱恩翻看着相应的资料，已挑选出今天的娱乐项目。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门铃的声音，叮叮当当。第189章挖掘。谁啊？克莱恩猛地抬头望向门口，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得了一种病，害怕门铃响的病，就和在地球时害怕手机有电话进来的症状一模一样。放下报纸和杂志，看了眼调料都没剩下什么的空盘，克莱恩起身走向了门口，还未握住把手，他已然知道外面是艾伦医生。你都不用上班的吗？克莱恩嘀咕了一句，伸手打开了房门。上午好，艾伦。今天的雾气是灰色的，他堆着笑容道。艾伦还是那副冷淡的表情，但却多了几分焦急与惶恐。他推了推金边眼镜，顾不得打招呼，直截了当道：夏洛克，我又做梦了，又梦见威尔昂塞汀了。啊！克莱恩险些愣在那里。这不对吧？正品千纸鹤在我这里，在灰雾之上，而我折的千纸鹤在职业者那里。你带着一只职业者折的劣质千纸鹤，都能继续梦到威尔昂塞汀，这不科学，不，这不神秘学。克莱恩一下变得严肃，当即反问道：还是之前那个梦？不，这次没那么吓人。艾伦反倒镇定了一点，我梦见了格林墓园。你知道格林墓园吧？知道。克莱恩言语简洁的回答道。他在格林墓园的外面抓到了一群跳领舞的学生和一个菜的抠脚的神秘学爱好者考普斯蒂，从后者那里拿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召唤信使的铜哨。艾伦吸了口冷空气，继续说道：我梦见了格林墓园外的树林，梦见了一株腰部脱掉了一圈皮的桦树，威尔昂塞汀就坐在这株树下面，静静的看着我。然后呢？克莱恩追问了一句。艾伦摇了摇头，到这里梦境就结束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难道艾伦医生做梦和那只千纸鹤无关？不，如果无关，就不会出现调换千纸鹤后梦境随之改变的情况，而且我也在灰雾之上利用那只千纸鹤占卜过，有得到相应的启示。克莱恩斟酌着道。这已经不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艾伦，你找我想做什么？艾伦呼出的热气在空气里飘散为了白雾。我想去格林墓园外面看一看，就现在，就白天。你能保护我吗？我会支付委托费用的，1磅。现在去探索梦里出现过的场景，白天应该不会遇上什么太诡异的事情。克莱恩想了想道，我可以接这个委托，但我建议你在此之前先去教堂一趟，将梦境告诉你熟悉的那位主教。艾伦愣了一声，旋即有些疑惑的说道，为什么你总是建议我去教堂？我知道，你以前解释过，以非常符合逻辑的方式，如果有神奇的力量能一直主导人类世界的教会必然是拥有最强神奇力量的势力，如果没有，那去教会至少能得到心理安慰和相应的人脉资源。可是，一件不算太奇怪的事情，你为什么也建议我去教堂？克莱恩考虑了2秒，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我是一名侦探，我能接触到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明白教会的特殊，也明白什么时候什么情况该向他们求助。真的吗？艾伦听得面色凝重，克莱恩顿时翘起了嘴角，开玩笑的。艾伦，放轻松点，我先去换件衣物，还有清洗餐具。他没穿厚外套就在门口和艾伦聊了半天，身体被阴冷的寒风吹得有些发僵。而趁此机会，克莱恩去了盥洗室，到了灰雾之上，占卜了一下这个委托的危险程度，得到了几乎不存在风险的结论。如果收获很危险的启示，他的打算是借黑夜女神教会赖掉委托。希尔斯顿区繁星教堂。夏洛克，你为什么不请女仆？作为一名大侦探，你足以负担好几个仆人。艾伦一边领着克莱恩进入黑夜女神教会在希尔斯顿区最大的教堂，一边疑惑问道。这是他在马车上就想询问的事情，但一直没找到机会切入这个话题。克莱恩叹了口气，沉重说道，艾伦，我给你讲个故事。曾经有一位侦探，他雇佣了2名女仆，一个厨师，一位助手，过得相当不错。但有一天，他接手了一起案件，成功锁定了那个凶手。那凶手是个非常野蛮、非常凶残的人，他带着报复的想法，潜入了那位侦探的家里。侦探是个格斗专家，最终只是受了点轻伤，但他的仆人却因此死掉了2位。艾伦，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艾伦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同情。夏洛克，原来你还有这样的经历。不，主角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我刚编出来的故事。
我总不能直接告诉你，我涉及许多奇奇怪怪的神秘事件，家里时常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能不请仆人就最好不请。克莱恩目视前方，长长叹息了一声。他房间的清理主要由斯塔林萨莫尔太太的女仆负责，每周2次，只做最基本的打扫，一次一苏勒。说话间，两人已然步入繁星教堂的大厅。这里秉承着黑夜女神教会一贯的风格，昏暗、宁静，烛火稀少。大厅的最前方是铭刻着黑暗圣辉的圣台，上面用自发光的明珠镶嵌出了繁星，用红色的宝石组成了绯红之月，剩余地方全为漆黑的夜色。一眼看去，那里星星点点，绯红照人，格外神圣。但克莱恩觉得这不如廷根市圣塞琳娜教堂的设计。那个大厅一片漆黑，只得正前方有光明透入，从一个又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孔里，这让人仿佛直接看见了星空，发自内心地产生敬畏之情。不过，那样的设计也存在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效果就没有了。克莱恩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摘掉了半高丝绸礼帽，靠好了黑色硬木手杖，而艾伦继续沿着过道前行，直奔告解室寻找那位主教。坐在这样的大厅内，看着周围专心祈祷的信众们，克莱恩的内心突然一片宁静。说起来，我才第3次进女神的教堂。他自嘲地笑了笑。岭东郡宁静教堂内，伦纳德·米切尔穿上黑色风衣，戴好红色手套，进入了属于高级执事克雷斯泰塞西玛的房间。恭喜你，正式成为一名红手套，愿女神庇佑你。塞西玛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她依然用高高竖着的领口遮住了嘴巴。赞美女神，这是我的荣幸。伦纳德抬起右手，顺时针点了4下。塞西玛没有多说，直入正题。根据你自己的请求，我把你放入了索斯特小队。他是一位安魂师，有属于自己的神奇物品，你需要的非凡武器，我也已经吩咐人帮你准备好。你们最近主要负责一起恶魔召唤案件，并兼顾一些线索的搜集，比如连续发生在贝克兰德的与塔罗仪式有关的事情。是，塞西玛阁下。伦纳德对此并没有任何意见。这将是我复仇的开始，他在心里默默说道。西区格林墓园外围，克莱恩陪着艾伦医生在附近的林子里走了很久，时不时被掉落的灰白尘埃弄得咳嗽几声。也许并不存在那样一棵树，梦境的事情不可能完全反映在现实里。找到最后，艾伦自己都有些不确定了。还好，我擅长找东西。克莱恩用手杖指了个方向道，我们再往那边看一看，做最后的努力。好，艾伦喘了口气。两人走了一阵，艾伦突然顿住脚步，指着斜前方道，那里，那里。10几米外，一株腰部脱了一圈皮的桦树安静立在那里，仿佛正等待着两人。他和我梦里一模一样，艾伦非常肯定地说道。克莱恩略有些警惕地笑笑道，可并没有威尔昂塞听。艾伦靠近那株桦树，皱眉看了一阵，忽然指着树根旁边道，威尔昂塞汀当时就坐在这里，他有只手正指着下方的泥土。指着下方的泥土，克莱恩立于旁边，低头看着那片几乎没有枯草的地方。你想挖开它？艾伦点了点头，已经找到这里，总要确认一下有什么。夏洛克，你去墓园借2把铁铲，还是我留在这里？你去墓园，我担心会发生意外。克莱恩谨慎地说道。好，艾伦没有推辞，当即离开了树林。过了一阵，他挥洒金钱，带着3把铁铲和一位守墓人回来，开始尝试挖掘。克莱恩挖着挖着，忽然闻到了些许较为熟悉的味道，而随着表面泥土的分开，下方的事物渐渐暴露了出来。那是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小孩尸体，他的皮肤和血肉就跟快融化了一样，鼻子与嘴巴里则有许多虫子爬进爬出。当艾伦手中的铁铲落下，砸在了一块石头上，他指着那具尸体的双腿，嘴巴疯狂吸动，却说不出话来。克莱恩忍着恶心，仔细望去，发现那小孩尸体的左腿明显缺了下半截。与此同时，艾伦后退2步，跌坐在了地上，嗓音发尖的喊道，威尔昂塞汀，威尔昂塞汀。那是威尔昂塞汀的尸体。第190章私家侦探的宿命。死了，威尔昂塞汀死了，而且似乎死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会不会是假的？克莱恩又惊又疑地看着那具小孩尸体，心中豁然冒出了诸多想法。在他的认知里，威尔昂塞汀属于自带特殊的小孩，可能与怪物途径的序列1水银之蛇有一定的牵扯。他玩的占卜游戏，
他随口的一句医生，你的运气会变差哎，就让艾伦倒霉了很久。他折的千纸鹤能让艾伦的心灵体在灵界被定位，被灌输人为制造的启示。他的行踪，就算克莱恩在灰雾之上，也只能窥见一二，难以得到有效的结论。这样一个小孩，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死了？在艾伦医生做梦前就死了？他的亲人呢？克莱恩微眯眼睛，忍着强烈的恶心，仔细审视起那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发现周围的泥土里有一些撕碎的塔罗牌。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眼前的尸体大概率就是威尔昂塞汀。还真是让人震惊，让人费解啊！回头去灰雾之上确认下威尔昂塞汀是不是假死。等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早就决定不深入掺和这件事情了，免得被什么水银之蛇给缠上，这也许比封印5008还可怕。克莱恩猛地回神，对吓傻的守墓人和吓得快崩溃的艾伦医生道：报警。好，好。守墓人先是一愣，接着叠声回答。他拿着铁铲，转身跑向树林之外，快得就像后面有个活尸在追他。果然只是个普通人，一点也不谨慎。这种情况下，不是该提防周围的人有歹心吗？把背后暴露出来，很容易被人一铁铲拍上去啊！克莱恩瞄了守墓人的背影一眼，叹息着摇了摇头。他在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时候，看过不少案件卷宗，发现许多受害者就是这么被同伙给坑了的。想到这里，克莱恩走至艾伦医生旁边，弯腰伸手道：没什么需要害怕的，他都已经死了，就是已经死了才让人害怕。艾伦平静了一点，没接受克莱恩的搀扶，自己爬了起来。他的黑色长礼服已沾满了泥土，看得克莱恩莫名有点心疼。我这人就见不得值钱的东西被损伤，他在心里感慨了一句。见艾伦还有些惊慌，克莱恩笑笑道：这种时候向你信仰的神灵祈祷有不错的效果是吗？艾伦愣了一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次，低声诵念道：比星空更崇高，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您虔诚的信徒祈求您的眷顾。反复低语中，他慢慢缓和了下来，不再像刚才那么恐惧。克莱恩顺手也在胸口画了个3角圣徽，无声自语道：蒸汽与机械之神啊，你一点也不虔诚的信徒祈求你的眷顾。说话的同时，他忍不住自嘲一笑，怀疑自己可能当场被雷劈死。不过闪电和雷霆属于风暴之主，不在蒸汽与机械之神的领域内。克莱恩颇为轻松的想到。过了20多分钟，两人坐到了附近警局的审讯室内。录口供的时候，克莱恩坦然告诉那些警察，自己只是一个接受委托的私家侦探，对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艾伦医生则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梦境，以及作为挖掘出尸体的原因。克莱恩看得出来，那些警察根本不信，但他们出去转了一圈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表示艾伦医生和莫里亚蒂侦探没什么嫌疑，只需要在口供上签个字就可以离开了。艾伦对此颇为惊讶，克莱恩却一点也不觉奇怪，这明显是有职业者出面了。他让医生提前去繁星教堂找主教的好处体现了。临出警局前，克莱恩毫不意外地看见了一道较为熟悉的身影，那是之前进入他梦境的职业者。这位可能是队长的职业者依然穿着灰色风衣，一看就比克莱恩抗冻。他蓝色眼眸一扫，没有半点异常的就从克莱恩脸上移开了视线，假装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高级督察。同样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私家侦探的克莱恩推了下眼镜，戴好半高丝绸礼帽，和艾伦医生一起离开警局，上了马车，吩咐自家车夫先去明斯克街后。艾伦转头看向克莱恩：夏洛克，你觉得事情会到此为止吗？如果那具尸体真是威尔昂塞汀，你应该不会再受到困扰了。克莱恩顿了顿道：艾伦，这段时间内你有另外感觉到古怪吗？不管在什么事情上，艾伦认真想了想，摇头道：没有，这值得庆贺。克莱恩吐了口气，微笑说道：对他来说，威尔昂塞汀的事情就这样结束是最好的。虽然克莱恩在灰雾之上折的那只千纸鹤不会暴露什么，且事后的占卜是没什么问题，但他终究还是有些担心哪位职业者突发奇想，借此找到一些线索。而如今随着威尔昂塞汀死去，这个案子也许很快就会走入死路，被放进卷宗里，暂时宣告结束。没有新情况，不会再有谁关注。艾伦放松下来，转而疑惑道：坦白的讲，我不认为我的口供具备太强的说服力。那些警察为什么最终选择相信？我也不知道。克莱恩故意装傻道：我还以为我又得让我的律师来领我回家。
不，保释我回家。艾伦少见的勾了下嘴角道。夏洛克，在进警察局这件事情上，你似乎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克莱恩笑了一声，深沉回答道，这是每一位私家侦探的宿命。就在克莱恩和艾伦于格林墓园附近被带进警察局的时候，福尔斯沃尔穿着一袭黑色典雅长裙，头戴垂下了细格网纱的黑色软帽，走入了那座略显寂静的墓园，找到了属于安丽萨太太的坟墓。他和修在1个小时前已经去皇后区找过格莱林特子爵，得到了对方愿意借款400磅，且不收任何利息的答复。格莱林特子爵唯一的要求是2位非凡者陪他参加 A 先生将于今晚召集的聚会，保护他的安全。他急着搜集到皇冠水母的毒液结晶，以完成药师魔药的调制。成年独角飞马的角已经由奥黛丽从家族宝库里找到，以做生物学实验的名义弄了1根出来，这有效抵消了他的部分债务。而他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让格莱林特子爵借助尼根公爵的几个孩子，确认对方宝库里那个巨龙标本是否属于千面狩猎者，确认里面是否还有光点闪烁。搞定借款后，福尔斯没急着向愚者先生祈求，以尽快完成交易，因为那太过迅捷，会让修直觉的认为不对，从而产生怀疑。趁着空闲，福尔斯换了身衣物，租赁马车来到位于西区郊外的格林墓园。知道非凡特性不灭与守恒定律后，福尔斯已然明白自己成为学徒的主材料是安丽萨太太遗留的非凡特性，他相当于继承了对方的力量，所以他难以遏制的想来这里一次，在安丽萨太太的墓碑前放一束花，说一声谢谢。此时已入初冬，绝大部分花朵早就凋零，但福尔斯依然买到了一捧素雅的鲜花。这是波利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价格颇为昂贵。感谢罗塞尔大帝的发明，福尔斯在心里由衷的说了一句。据他所知，贵族们在冬日宴会上用的那些花朵，大部分来自波利温室，少量则是从南方温暖地区直接用飞空艇送来的，这就超过了普通中产能够承受的范围。站在黑色的墓碑前，福尔斯深深看了几眼那张属于安丽萨太太的照片，弯腰放下鲜花，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他旋即站直身体，闭上眼睛，安静的回忆起过去的往事。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嗓音，你真是一位又善良又好心的女士。福尔斯睁眼侧头，发现那位来自亚伯拉罕家族的劳伦斯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了这里，手中同样拿着一束淡雅的鲜花。不，这不是善良，也不是好心。安丽萨太太曾经给失去母亲的我带来一段难以忘怀的温馨时光，福尔斯真诚地说道。他的眼睛突然有些润湿。劳伦斯指眼角有些皱纹，边放下鲜花边叹息道，这说明你重视情谊。随口闲聊了几句，福尔斯准备告辞，劳伦斯正挥手示意，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嗨嗨嗨，他咳得双脚发软，咳得倒在了地上，似乎随时会窒息而亡。作为一名正规学院毕业的医生，福尔斯毫不犹豫就转身回来，蹲了下去，展开急救。一番忙碌后，劳伦斯的情况终于稳定了下来，他擦干净口角的唾液，微笑对福尔斯道，女士，能送我回旅馆吗？没有问题。福尔斯搀扶着对方起身。劳伦斯望着前方，眼睛略有些失焦，他轻咳一声，半是悲凉半是自嘲的笑道，我的生命也许已经走到尽头了。